朋友來了有好酒，豺狼來了有獵槍。2026年1月4日下午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停機坪上，韓國總統專機平穩降落。當韓國總統李在明與夫人金惠景走下舷梯的那一刻，全網的目光瞬間聚焦。這位剛執掌韓國不久的總統，帶着2026年新年首個外國元首訪華的重磅身份，開啟了為期4天的中國之行。這也是他就任總統後的首次訪華。鏡頭裡的李在明神色沉穩，舉手投足間難掩對此次行程的重視，而他身後跟着的豪華陣容，更是直接把這場外事訪問變成了全網熱議的焦點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、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根據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魏勝洛此前公布的安排，李在明4日抵達北京後，將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見會談。這是兩國領導人在2025年11月韓國慶州 APEC 會議後時隔2個月的再次會晤，節奏之密足以看出中韓關係回暖的勢頭。6日，他將動身前往上海，在那裡停留2天。核心行程之一是參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。要知道，2026年剛好是這處舊址設立100周年，韓方特意安排這場尋根之旅，顯然是想借着歷史共鳴深化兩國情感連接。而最讓人嘖舌的，還得是李在明帶的這波豪華代表團，足足200多位韓國頂流財閥，堪稱韓企全明星隊。說一句，把韓國經濟半壁江山搬來了都不誇張。三星、現代、SK、LG 這4大韓國支柱財團的掌門人親自壓陣，樂天、韓華、JS 集團、浦項製鐵、CJ 集團這些行業巨頭也一個沒落下，光高管名單湊在一起就能撬動整個韓國的 GDP。這陣容一曝光，網友們的調侃直接炸了鍋。這哪是訪華團，分明是韓國版復聯集合。李在明這是要把家底都壓在中國市場了。之前日本求着帶200人來，中方理都不理，現在韓國直接組團截胡，日本怕是要酸到原地跳腳了。小編也挺好奇的，200個財閥擠一架飛機，怕不是連飛機都快壓塌了？這是生怕來晚了蛋糕被分完的節奏啊！還有網友精準吐槽，尹錫悅時期把中韓關係搞僵，韓企虧得哭爹喊娘，現在李在明親自帶隊補作業，這是把之前欠的合作都要一次性補回來啊！那為什麼李在明要搞這麼大陣仗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李在明這次是帶着誠意來的，國家元首親自帶隊，把韓國最有話語權的企業家全帶來，這是把中韓合作放在了國家戰略的高度。而日本呢，不僅此前頻頻介入台海問題，觸碰中國紅線，這次想訪華還沒派有執政權的代表，想用非政權代表團蒙混過關，這顯然是沒搞懂國際關係的基本規矩。有網友精準點評，想吃中國的飯就得先尊重中國的底線，日本連這點都拎不清，被拒一點不冤。還有人調侃李在明是帶着合作誠意來的，日本是帶着占便宜心態來的，態度不同，結果自然天差地別。小編覺得李在明之所以把訪華搞得這麼轟轟烈烈，背後藏着2層關鍵考量，一是借時機亮態度，新年首個訪華在外國元首這個身份本身就是一種信號，向全世界宣告尹錫悅時期的親美疏華已經翻篇，中韓關係要全面回暖了。2是為韓國經濟求生機，這也是最核心的目的。現在韓國大企業的日子並不好過，全球競爭越來越激烈，自家市場又小，還得看美國臉色。而中國作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，不僅有龐大的消費市場，還有完整的供應鏈，對韓國企業來說就是救命稻草。之前中日關係一僵，中國遊客全往韓國跑，李在明趕緊推出免簽政策搶遊客，就知道他有多看重中國市場了。所以這次訪華，李在明手裡其實攥着一份任務清單，經濟上要和中國談供應鏈投資、數字經濟、環境與氣候變化這些務實合作，尤其是想在人工智能、高新技術產業這些新賽道上達成合作，把中韓自貿協定升級，讓韓企能在中國市場多賺點錢。政治上估計也想請中國在半島問題上多發揮作用，幫着緩和一下和朝鮮的關係。不過小編猜測，中國大概率會堅持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態度，畢竟半島問題的根源還在韓國和朝鮮之間，韓國要是總跟着美國瞎搞，問題也解決不了。說到底，國際關係就和人情世故一樣簡單，你尊重我，我就好好對你。你要是總搞事情，那只能已讀不回。李在明這次訪華，其實就是摸透了這個道理。
先明確表態尊重一個中國原則，把中國最核心的關切放在心上，再帶着滿滿的誠意和實打實的合作需求來，這樣的訪問自然能受到重視。反觀日本，一邊想從中國市場撈好處，一邊又在台海問題上指手畫腳，還要搞軍國主義那一套。悲劇只能怪自己拎不清。要是這次中韓能談成實質性合作，那就是雙贏的局面。估計日本只能在家乾瞪眼，偷偷羨慕了。要說青瓦台選手中誰的人生最傳奇，可能是草帽少年李明博。但要是說誰的開局最悲慘，李在明稱第二，沒人敢稱第一。從12歲被迫輟學打工的殘疾孩子，到3度競選總統的不屈鬥士，最終入駐青瓦台，他的一生滿是逆襲與低谷，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。1976年，年僅12歲的李在明第一次走進城市，可別的孩子進城是旅遊，是求學，他卻是來務工的。家裡極度貧困，7位兄妹常常食不果腹，父親沉迷賭博，對家庭不管不顧，全家只能靠母親幫傭和撿拾垃圾勉強糊口。讀到3年級時，父母實在無力供他繼續上學，小小的李在明只能跟着父親進城謀求生計，從此告別了校園，扛起了生活的重擔。因為是未成年人，李在明找不到正規工作，只能借別人的身份證打黑工。這就意味着他的工資不僅低得可憐，還得時常提防被發現，更要受盡工頭的冷眼和欺凌。打罵是常事，克扣工資更是家常便飯。他和15個工友擠在同一間狹小陰暗的宿舍裡，一張床輪流睡，每天工作將近12個小時，幹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，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。為了活下去，他建了一家重金屬和重碳酸的鐵煉廠，在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情況下，每天和有毒有害的物質打交道，一幹就是整整2年。長期的惡劣環境讓他從小就落下了眼病，視力越来越差。如今60歲了，還得天天滴眼藥水緩解不適，這也成了他一輩子的病根。這段苦難的日子不僅讓他受盡了身體上的折磨，更讓他親眼見證了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。那些和他一樣的打工者，幹着最累的活，拿着最低的工資，還隨時可能被壓榨、被拋棄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一顆為底層發聲的種子，在他心裡悄然埋下，成為了他後來人生的重要指引。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，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他從工友口中得知了高等學校學歷考試的渠道，只要通過這一考試，就能直接獲得文憑，無需再返校就讀。這是李在明第一次生出擺脫命運的想法，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於是他開始一邊打工一邊備考，不管每天上班多晚多累，都必須抽2到3個小時學習知識。有時候實在太困了，就用冷水洗臉提神，趴在桌子上眯一會兒就繼續學。有人問他讀書不苦嗎？他說讀書當然苦，但比起工廠的苦，比起老闆的欺凌和壓榨，比起一輩子成為打工的牛馬，這點苦又算得了什麼？憑着這股不服輸的勁，他僅用了1年4個月就學完了別人要花6年才能走完的中高等教育課程，硬生生啃下了那些晦澀的書本。17歲那年，他成功考上中央大學法學系，還拿到了獎學金，成為了家裡第1個大學生。1986年，21歲的李在明憑借驚人的毅力，通過了嚴苛的司法考試，成為了一名人權律師。和盧武鉉與文在寅一樣，他始終記得自己來自底層，堅決為弱者發聲，用法律武器保護那些被欺負、被壓榨的人。但越接近規則，李在明卻感到越來越無力。作為一名人權律師，他能解決一個人的悲劇，一群人的困境，但僅僅作為一名律師，他卻無法改變千千萬萬人的悲劇。當他親眼看到孕婦因為公立醫院床位緊張，只能在走廊分娩的場景，當他發起的萬人聯名請願被議會僅僅花了47秒就無情否決時，一種政治權力凌駕於人權之上的無力感深深刺痛了他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他最終決定從政，他要站在更高的位置，改寫這不公的命運，改變千千萬萬個不公的命運。2006年，41歲的李在明決定參選城南市市長，但卻因保守黨權勢過大，遺憾落敗。4年後，李在明再次參選，最終成功成為市長，憑借化債
8000億韓元的傲人政績，8年後53歲的李在明成為京畿道知事，相當於從市長晉升為了省長。2022年，他第2次參選總統，卻因不到1%的微弱差距敗給了保守黨尹錫悅。但從苦難中淬煉起來的李在明，又怎麼會被這點小事打倒？反而他的政治立場越發強硬。2023年，為反對日本排放核污水和尹錫悅的相關政策，他化身為半島傳奇奈俄王，整整絕食24天，這使他名聲大增。但是如此強硬的態度，也讓他險些斷送生命。2024年，李在明在釜山接受媒體採訪時遭遇刺殺，一名手持18厘米鋼刀的男子將刀刺入他的頸部，導致頸內一處靜脈60%受損，幸為傷及動脈才撿回一條命。數月後，時任總統的尹錫悅和妻子深陷政治泥潭，於是發動了戒嚴令，試圖武力掌控國會，謀求政治出路。聽聞消息的李在明敏銳地嗅到了巨大的機會，於是他又化身為青瓦台跑酷冠軍，一邊開啟全民直播，一邊翻進武裝封鎖的國會，最終促使國會全票通過解除戒嚴令。而隨着戒嚴令解除，也意味着尹錫悅的時代徹底結束，從此一個屬於李在明的時代終於到來。從12歲輟學、15歲殘疾、耳朵和眼睛落下病根的貧困之子，到屢戰屢敗、屢敗屢戰，最終入駐青瓦台的傳奇男人李在明的人生，與其說是逆襲，不如說是極其悲壯的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：“我彎曲的手臂不是缺陷，而是丈量社會不公的標誌。”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